只要你是老玩家，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样一种评价，就是某某角色抽了和没抽的玩家都觉得自己赚了。而这样的评价一般只会出现在提瓦特的奶妈身上。最早是星海，因为天赋妙算无疑，上线的时候被质疑，后来使用率高，被大家戏称为买宝。接着是白竹，上线的时候被批评挂草不行，盾没有用，现在呢被认为是搭上了龙王的便车。所以西格文的口碑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奶妈的这个定位。那为什么奶妈一直不受欢迎呢？我认为根源在于原神的战斗并没有发挥出奶妈的基础作用。在很多游戏的设计中，奶妈是作为战斗续航、作为战斗保底的存在。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活着才有 DPS。而在原神的战斗设计中呢，由于生存压力太小，所以战斗的理念是只要我的伤害够高，其他无所谓。那在这样一个理念下，你说奶这种不直接贡献队伍输出的辅助，它会受到玩家的欢迎吗？所以在原神中，玩家对于奶妈的要求不是多能奶，而是除了奶你还能干什么。玩家看重的是除了奶以外的其他功能，有没有增伤，能不能加攻击力，可以加多少。本质上玩家想要的它就不是一个奶妈，而是一个能提高队伍伤害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奶妈一直不怎么受欢迎的原因。而同样作为生存辅助，当盾斧上线的时候，玩家会讨论什么呢？它的盾厚不厚，和钟离比怎么样？你看，这就是盾奶在需求上的区别，导致玩家关注点的区别。盾它只要厚，那口碑就不会特别差。奶，那其他的天头就更重要。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天头，那就不会有人用。因为盾它除了和奶一样可以去保证玩家的生存以外，它还提供抗打断，提高战斗的流畅度，那就等于是提高了队伍的输出嘛。尤其是近2个版本，抗打断的重要性让盾的需求一直存在。虽然说钟离是一枝独秀，但随着赛道的划分，越来越多的盾斧也会收获到自己的就业机会。有盾就有霸体，有盾就有流畅的输出，盾提高了操作的容错率。这种优势和角色其他增益设计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属于盾本身的一个特性或者说优势。而这种特性它保证了盾的根本需求，这是奶所不具备的。那么现在奶妈的问题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虽然枫丹版本因为有弗妮娜和其他通过生命值变化去增伤的角色存在，奶妈好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本质上玩家想要的是符符的增伤，是其他角色的增伤，而不是生命回复。所以如果没有符符，其他角色的增伤也和生命值没有关系，那么奶妈依然不重要。而原神一定会告别枫丹，来到其他的国家，其他国家的角色他不会还绑着弗妮娜玩，其他国家的角色也不可能还是通过生命值变化来获得伤害的提升。那怎么办呢？有一种方法是让原神提高战斗的生存压力，但是原神本身它就是一个休闲的战斗，而且大量的玩家是为他们高额的数值、战斗的爽快感而付费的。贸然把宝宝巴士变成一个魂 like 游戏，只会劝退大量轻度玩家，而且还会把盾的重要性抬得更高。所以只通过生存压力并不能解决奶妈的困境。而我们从玩家想要的需求来看，提供增益的方式才是重点。奶妈的回复能力还是要和伤害去挂钩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生命之气，通过生命之气来突出生命回复和变化的重要性。这就是奶妈在下一阶段被抱以希望的道路，把奶妈角色的回复能力链接到生命之气这个接口，通过生命之气的变化发挥出更多的功能。比如说生命之气变化，攻击力发生变化；生命之气变化，抗打断系数发生变化；生命之气变化，输出方式发生改变等等。甚至有可能未来会有角色能够赋予其他没有生命之气的角色生命之气，这就是生命之气被设计出来的原因。但是谁都无法判断这种玩法是否会受到玩家的欢迎，因为对于玩家来说，新的设计会给手中已有的角色带来冲击，这种冲击意味着手里的资产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贬值，那就会让玩家产生负面情绪。那么未来角色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新体系如何去兼容老角色，让玩家手里已经有的角色能产生新的配对，这是玩家乐于见到的局面。另外话说回来，原神其实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跨版本的角色在上线时都逃脱不了抽象的评价。道气的八重、须弥的迪西亚，他们在上线的时候都只能发挥一部分的作用，十分的鸡肋，所以口碑往往都不佳。但这是角色上新速度决定的，
一个版本 up 2位新角色已经很快了，但是一个体系的铺开，它需要的是更多的角色，也不可能一股脑上一个体系一种玩法，因为玩家是多样的，还需要给玩家挑选的余地。所以想要改变这种局面，除非原神在上角色的时候直接上一堆，把整个体系都上完整，否则只要一个一个上，就避免不了这样的局面，就一定有角色要承担抽象之名。今天是西格文，那明天又是谁呢？好的，以上呢就是我的一些小思考，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